被确定录用的刘曼琼从金陵大学离开的时候，是垫着步一路小跑着走的。众人都没想到，这么一个知性高冷面孔的美女，竟然像个孩子一样在马路边上蹦蹦跳跳地走，巨大的反差属实让人惊讶。刘曼琼离开金陵大学，走出几百米，转了一个弯，路边的停车位上，贤姐和劳斯莱斯的司机还在等候。见到刘曼琼，贤姐立刻下车，恭敬地笑道：“刘小姐这么高兴，看来今天的面试结果一定让您非常满意了。”刘曼琼开心不已，嬉笑着说道：“贤姐，借你吉言，我已经通过他们的面试，拿到录用通知了。他们我更改一下行程，明天上午跟他们签正式合约，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安心地等待入职了。”那可真是太好了，贤姐也非常高兴，连忙说道：“刘小姐今天旗开得胜，说什么都要好好庆祝一下，我这就跟先生通个电话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”说着，他又问刘曼琼：“刘小姐晚上想吃什么？我今晚亲自下厨。”刘曼琼笑着说道：“谢谢贤姐。”说完，他想起什么，忙道：“对了，贤姐，能不能先带我去看看房啊？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汤臣一品的楼盘，我想合适的话，今天就把房子买了，这次争取把该办的事情都一件件办完。”贤姐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没问题呀，那我们现在就先过去吧，我带你去售楼处。”金陵的汤臣一品楼盘，当初刚开盘的时候确实非常火爆，但是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这个楼盘还没有完全清盘。别墅虽然被抢购一空，但平层还有些许房源在售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楼盘整体的定位和定价都比较高，而且又是一个典型的高低配小区。这种高低配小区主打的自然是高端的别墅，若是可以的话，开发商更愿意把它打造成一个纯粹的别墅社区，但是为了符合管理部门对容积率的要求，又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土地来建设高层住宅。真正的有钱人基本上都买了那些大几千万起到1个多亿的昂贵别墅，剩下这1000多万到3000多万的平层，定位就稍微有些尴尬。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的，虽然不算是顶级富豪，但也起码是一个中产阶级。中产阶级的傲骨其实是非常强的，在他们大多数人的观念里，自己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，所以自然是宁做鸡头，不做凤尾。他们购房的时候，更愿意买那些纯粹平层，并且定位不那么高端的社区，然后在里边买一套大面积的楼王。他们最不愿意买的就是这种高低配的小区，明明自己已经有几千万身家了，买到这个小区里面，非但得不到任何成就感，反而在这里每日被要别墅业主压一头。若是住在中等定位的小区，开一辆100多万的车，基本上已经算是比较拔尖的了。但是在汤臣一品这种超高端小区，不夸张地说，连在别墅里打工，每天外出买菜的阿姨都未必能比得上。小区的地下车库里，300万以上的车占了1多半，300万以下的基本上都是那种产自东部岛国，现大皮薄还得加价好几十万的贵族保姆车。在这种环境里，开一辆奔驰 S 或者宝马7系，恐怕还真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。当初萧长前一家来这里看房子的时候，萧海龙就曾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他觉得住在这个小区里面，就是在给里面别墅区的有钱人站岗挡子弹的。正因为这样尴尬的定位，以至于汤臣一品的别墅开盘之后几乎秒空，但是这些平层却一直卖到现在还没卖完。不过好在刘曼琼并不在意这些，他只想在学校附近找一套合适的房子来做自己的闺房。而他对房子的要求是交通便利、环境好、装修好，楼盘定位相对高端一些，人文环境别那么嘈杂以及低素质，这样自己一个女孩子住起来也更省心一些。当他坐在劳斯莱斯里，仅用10分钟就到了汤臣一品售楼处的时候，他心里已经决定就买这个小区，因为这个小区到学校的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。
而且汤臣一品本身的定位已经是这附近最好的，所以他不用看都知道，如果这个小区就看不上的话，那学校附近肯定就没有自己能够看上的地方了。虽说自己对房子的要求挺多，但是交通便利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到了售楼处，贤姐自然也是一路陪伴。这里与刚开盘时的火爆情景相比，此时已经冷清了许多。售楼小姐看到有一辆劳斯莱斯停在路边的时候，就已经打起了12分的精神。当两人从劳斯莱斯走出，一路来到售楼处的时候，销售主管亲自出马，热情地为两人开门，恭敬地说道：“欢迎两位来到汤臣一品，需不需要我为两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？”刘曼琼点点头，随后看了一眼售楼处正中央硕大精美的沙盘，指着临江的那一排距离江边最近的高层，开口问道：“这一栋还有房吗？”销售主管立刻说道：“有的，这一栋是我们平层里的楼王，视野非常好，搭配我们的超大落地观景窗，一线江景尽收眼底。”刘曼琼问他户型能介绍一下吗？销售主管忙道：“小姐，楼王的户型是我们这里最大的，建面240平米，有2个半赠送的阳台，以及1个纯赠送的设备间。阳台的使用面积加起来超过80平，设备间虽然说是设备间，但其实我们的大型设备都有专门的设备井，那个设备间使用面积大概有16平米，等于就是白送了1个卧室。而且我们经装修的时候已经将阳台封闭起来了，完全可以作为室内空间。这2项加起来相当于赠送了您50多将近60平米的使用面积，这样实际的使用面积就有250多平米了。刘曼琼有些疑惑地说道：“240加上60，怎么等于250多呢？”销售主管惊讶地说道：“要除去公摊面积啊，我们这里公摊差不多20，已经算是高层小区里面很低的了。”公摊，刘曼琼也是惊讶不已，他打小就住别墅，也没自己买过住宅或者公寓，再加上一直专心学业，对这些房地产上的概念还真是不太了解。而且公摊面积虽然是港岛首善的伟大发明，但港岛10年前已经把这个概念废除了。一旁的贤姐将刘曼琼拉到一边，耳语一阵，才让她明白，原来这个概念竟还是港岛最先有的。不过250多平对她一个女生来说也是完全足够了，甚至都有些过于大。于是她便问那销售临江的户型只有这一种吗？有没有小一点的？销售主管如实道：“楼王就这一种户型，是一梯一户，电梯入户的。如果您不介意视野的话，可以看看后面那栋楼，那栋楼里有180平米的户型。”刘曼琼看了看大概的位置，摇头说道：“算了，还是看看这一栋吧。顶层还有吗？”销售点点头：“有的，顶层还有一套前段时间刚刚清退的房源，他是交了100万定金，但贷款没办下来，所以就清退出来了。”刘曼琼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好，那就要这套了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